凌晨2点，楼上邻居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我好像在咱们小区看见了一个通缉犯，就是隔壁县杀了一家4口然后潜逃的那个人。然而此言一出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淡定了。1202，别吓我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咱们小区治安还挺好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通缉犯？刚才发消息的1301继续道：等我找找通缉令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群里发出了一张截图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长相。要不是下面的悬赏金额标着10万块，真看不出来这么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个通缉犯。我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，刚才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眼熟，就在咱们小区小孩游乐设施那一块，我们俩打了个照面，这一下子群里的人都炸锅了。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忍不住说话：602，这人我知道，是我们老家的，听说是他闺女被同学搞大了肚子，结果人家不认，就把人一家都杀了。就那个小男孩和他妈侥幸跑出来了，听说当时屋里全是血，他爸肠子都出来了，吓死人了。502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？他闺女不检点关人家男方什么事儿啊？402，就是现在的小姑娘都太随便了，说不定是他主动勾引的人家，谁知道呢？802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就好像你们知道似的。402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怎么别人都没大肚子，就他被搞大肚子了？群里还在吵，我握紧手机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来一阵闷响，随即寂静的走廊里脚步声慢慢响起，外面有人在走动，可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不敢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。群里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活该，我颤抖着手指赶紧打下几个字，这时候还有心思争论这个？赶紧报警啊，这可是杀人犯啊！不一会儿楼上回复了1301，报了，警察说很快就到，大家放心吧，今晚上先别出门。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没事儿的。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，窗外已经天光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拿过手机打开业主群，楼上又说话了1301，刚才警察跟我联系了，已经抓到了，大家不用怕了，安心睡觉吧。402，这么快，感谢警察叔叔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又有人发消息了：202，刚醒，可我男朋友就是接到派出所的，他说昨晚上没接到过报警电话，也没出过警。601，会不会不是咱们接到派出所接的警？202，我男朋友打听了，昨晚上就没抓过人，这么大的案子要是给办了，肯定早就传开了。1301，你到底在哪儿报的警？其他人也跟着艾特起来。302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赶紧出来！1301。802，造谣是要进去的，再不说话我们就真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进去吧。1301。然而昨晚还积极发言的1301，这次却一言不发了，艾特许久无果。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邻居干脆在群里扬言要去找他，尤其是楼下的502，那是个光头大哥，直接就说要上来。我也有点生气，反正就在楼上，我干脆也跟着一起上去了。结果我和光头大哥刚上了半层楼梯，脚步就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。楼上的大门虚掩着寂静无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大哥咬了咬牙，走，咱们上去看看这孙子到底出什么幺蛾子。到了门口，我总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气，我刚想问大哥闻没闻到，他就伸手一把推开了门。1301的邻居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瞳孔已经扩张开来，身下的血凝固发黑，白色的墙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：等我。当天小区里好像热油进了滚水，彻底沸腾起来了。经过法医的判断，这人死了挺长时间了，身体都硬了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天下午。可是明明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，1301还在群里说话来着。小区里出了命案，人人都开始害怕了。802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开始报复社会了？现在是无差别杀人了吗？602，我感觉不会吧，因为听说当时他杀那一家4口的时候，那家里还有串门的邻居在，他也没杀人家，把人家放回去了，怎么会现在就开始随便杀人了？402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说好呢？可能就是心理变态了，想多拉几个人垫背呢。我也有些奇怪，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当时领导派我去写稿子，但是我心理素质太差，在现场吐得天昏地暗，最后领导只能找人来换我。我想了一下，给同事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同事很快甩过来一个链接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们邻居说的什么被搞大了肚子，这个小女孩很惨的，让你们邻居积点口德吧。我点开链接，瞳孔微缩，标题是14岁女孩拒绝同学示爱惨遭毁容，还配了照片，眼睛虽然打了码，却也能看出来
这是个很清秀漂亮的小姑娘。14岁的琳琳因为拒绝了男同学的示爱，男同学怀恨在心，趁琳琳放学回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掳走，带到荒地里强暴，并在其脸上泼了大量硫酸致其毁容。凶手因不满14岁无法定罪，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那个案子我跟到现在，杀人的就是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子他妈生她的时候就没了，这些年都是他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。听说那个小畜生犯事之后，女孩爸爸去要说法，结果被他一家给打出来了。他妈还带着那个小畜生去过那个女孩家里，问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杀人不对，但也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抿住下唇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杀人啊，被抓了留下那个女孩子自己可怎么办啊？同事沉默了一会儿，许久后他说道，那个女孩死了，是自杀。我把链接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就有知情的邻居扒出了楼上的身份，原来1301叫赵一强，也是个网编记者。当时他全程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邻居直接把他撰写的文章发到了群里。听村里人说，这个男孩是出了名的敦厚老实，非常腼腆也非常孝顺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叫琳琳的女生在学校就比较爱打扮，和男同学们走得很近。小编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老实人如此疯狂？或许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他全程都在暗示被害的女孩子不自爱、不检点，故意勾引加害人，才迫使加害人一时冲动。群里开始激烈讨论。802，这个人说的什么东西？人家小女孩被强暴了还被毁容，到他嘴里就成活该了。我看他现在才是活该。502，现在什么人也能叫敦厚老实了？老实人实惨。402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，怎么那么多女孩就非得强暴他？肯定是他不自爱啊，说不定是他主动约人家出去，后来又后悔了想勒索人家，结果人家受不了才给他毁容的呢。502，楼上脑子进水了吧？给罪犯洗的。602，希望你以后也遇上这种人渣，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这种话。402，呵呵，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对。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上一个这么写的人已经被杀了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通缉犯现在就不在群里看着你的发言呢？说不定今晚就轮到你了。当天晚上群里又热闹起来了，无外乎那个叫刘贵友的通缉犯到现在还没被抓到。601，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连个通缉犯都找不着，这群人干什么吃的？这时候402突然说话了，他先在群里发了一个新闻的评论截图，一个名为莫欺少年穷评论道，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了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多半是仙人跳人家没成，把人家逼急了，活该。现在的女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支持这个男的，干得好，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很明显，这个莫欺少年穷就是402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些，但是群里立马炸开了。802，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才是真的反社会，你说这话也不怕遭了报应？键盘侠竟在我身边。502， 402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发出来？402没说话，继续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200斤左右的黑胖子正坐在电竞椅上。随即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这就是我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警察敲了门。402死了，他死前你曾在群里说不定今晚就是你了，请问你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？我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说话随便吓唬他的，他怎么会真死了？在看了监控确定我当晚都没出门后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警察估计也就是走程序。谁都知道杀了他的肯定是刘贵友，但让我不解的是，真正害死刘贵友女儿的那个男同学和他妈妈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不去追杀他们，为什么倒要来我们小区杀这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？我赶紧把情况跟同事说了一下，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同事过了一阵子才回，其实那个小姑娘一开始也没想死的，治疗也挺积极的，他爸还到处打听哪里植皮技术好，以后攒钱带她去整容。结果后来被那个记者把这事儿发网上了，还颠倒黑白。你也知道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好多人就去骂小姑娘不检点，活该，反正说得很难听。结果那天回来，他爸就发现他割腕了，临死前手机屏幕上还是骂他怎么还不去死的私信。他把一张照片发给我，莫欺少年穷，母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被毁容的滋味怎么样？爽不爽？我双眼发直，放下手机，怪不得他要杀了这2个人。赵一强把女孩的事情胡编乱造后发到网上，引导舆论网暴。402的私信则成了压倒女孩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女孩的父亲来复仇了。这些隐藏在网线后的蛆虫，在黑暗里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扭曲和戾气，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，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一直热闹的业主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刘贵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这些天我们小区警车来来往往，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便衣，然而他却一直没被抓到。往日晚上热闹的小区已经一片死寂了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持续的高压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，警察恨不得把所有警力都出动驻扎在小区里，势必要把刘贵友拿下。然而刘贵友又杀人了，只是这次不在我们小区，而是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片城乡结合部。他找到了那家逃出来的母子，杀了妈妈后把儿子绑走了。
不容易挤进早八的电梯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请所有乘客遵守规则，否则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电梯急速上升，仿佛没有尽头一样。警报里开始不断诵念着难以理解的电梯规则。1. 电梯每5分钟启动一次，随即前往一个楼层，请留意数字信号灯。2. 抵达任意楼层，电梯门将持续开启5分钟，时间结束后强制关闭。若被遗落在电梯外，将被梯箱碾成肉泥。3. 本栋大楼共有18层，每层有各自的业务，请尊重他们的商业模式。4. 注意第7层、第16层极度危险，若不幸抵达，请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5. 若电梯信号灯出现-1层，恭喜你顺利抵达彼岸，请在电梯开门后迅速往前跑，直到规则全部介绍完毕，这刺耳的喇叭声总算停止，电梯也不再疯狂冲刺，让我们的心脏好受了些。数字信号灯不断降低，最终定格在了9。欢迎来到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。电梯门开之后，一股热气迅速冲到我们身边，混杂着香料和麻椒的味道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身后的电梯不知何时跑到了远处的对面，空无一人，标注着5分钟的倒计时。而我们和电梯之间隔了一个巨大的火锅，我们就像变成了桌上的菜肴。火锅分4格，细细望去，其中3个都是冒着红泡的麻辣锅底，滚烫的油香风一样的往上窜，剩下一个则是清汤锅底，白水上冒着一丝丝雾气。每格锅底正上方都摆着一根筷子，如同独木桥。看这个意思，好像是要我们在5分钟之内通过独木桥走到对面的电梯里。正当大家犹豫不决，没人尝试上前的时候，一道粗粝的嗓音传入了我们的耳畔：新来的荤菜们，我提醒你们一点，每根筷子上至多只能承担4个人的重量，并且想要稳稳通过火锅走到对面，大概需要3分钟，所以尽快选择吧。如果不想被我吃到肚子里的话。顺着声音看去，竟有一个身形庞大的巨人，头顶着厨师帽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他说的话应该就相当于本层楼的专属规则。我们这里有16个人，每只筷子只能承受4个人的重量，刚好分配均匀。紧张之中，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率先打破了沉默，随后他指着眼前的火锅说道：这个清汤锅下面全是白水，要是不小心掉下去，或许还能游到对岸，但是那些红油的锅底下去了，恐怕就变成一堆骨头了，所以抱歉了各位，我要抢先一步了。随后他风一样的抢到最前面，率先登上了清汤锅底上方的筷子。眼见他已经摊开双手开始闯关，几位靠清汤锅底比较近的年轻人也赶忙争抢起来。4人的名额迅速被抢完，没来得及上去的人只能垂头顿足的暗骂。此时看见他们疯狂争抢，我只能无奈地挑了个最顺眼的红油锅，走上了筷子，一路缓缓前行。好在这趟关卡并没有想象中困难，这里的筷子不是滑溜的圆柱体，只要屏住呼吸，不要受到周围热气的干扰，并不会轻易掉到锅里。看来那个戴着厨师帽的巨人没有说谎。走了2分半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的路程，电梯箱已经近在眼前。可就在大家都要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远处的巨人突然走到了桌边，他轻轻伸手一按，便将清汤锅上的筷子给压了个稀碎。筷子上面的4个人悉数落入锅中，锅里的高温让他们发出一阵阵惨叫。巨人嘿嘿一笑，冲我们咧了咧嘴：你们不知道吧，我有痔疮，从来只吃清汤锅里的肉。这个可怖的画面吓得我后背发凉，眼看电梯就在前方，我加快了速度，总算过了火锅的地界，第一个钻回了电梯里。待到剩下的11个人都跌跌撞撞的回来之后，电梯倒计时只剩下不到半分钟。在电梯门关闭的时候，我从空隙里瞥见那巨人眼放金光，连筷子都没用上，竟直接将手伸进热锅里，把他们4个人捞了起来，全部放到了嘴里。电梯再度启程，这一次到达了第1层。欢迎来到第1层，这里是剧本杀店。这次并没有什么巨人和巨大的场景，一个看着相当阳光的小哥领着我们走进了一间屋子，他就是本次剧本杀的主持人。我翻开身前的本子，看到封面上写着我的身份，3号位玩家，角色是一个王子，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也并没有介绍什么规则，主持人直接笑着开启了剧本杀的流程。下面请1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他的笑相当阳光。1号玩家是个女生，看着手里的本子，略有些磕巴的看向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1号玩家，我的角色是公主。还没等他念完，本来和煦如春风的主持人却突然冷下了脸，右手一指，打断了他的介绍。1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话音一落，几道黑影迅速窜进屋里，抓住1号玩家的身体，用一根通红的钳子活生生把他的舌头给拽了下来。他很快便断了气，连出声惨叫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个血腥的场景让我浑身发毛，屋里陷入一片死寂，都没人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甚至还没人知道这一层的规则是什么，怎么就直接把人给嘎了？可主持人却像无事发生一般，立马恢复了从容的笑，看向一个已经呆住的男孩。接下来请2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2号玩家眼睛紧张地瞪着，从瞳子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慌乱。这一次他
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，也没任何磕巴，相当标准的按照本子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复述。2号位玩家，角色是带刀侍卫，我的职责是拥护。他念完之后，战战兢兢地看向主持人，却再度迎来了冷漠的眼神。2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不要。他不停摇摆着双手，却并没有任何作用。那几个看不清面貌的黑影眨眼便窜到他的身边，重复了之前的行为。我的脑子里跑过无数个念头，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则？诡异的场景瞬间让我汗流浃背，主持人却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，一脸微笑地看向我。汗流浃背了吧，老弟？那么接下来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到底该说什么？煎熬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如果说1号位玩家上有什么失误的话，那2号位玩家的回答已经算是绝对的标准。如果这样都算是违反规则的话，到底什么内容在规则的容许内？可就在这一瞬的交集里，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。进入第1层之后，出现的元素分别是剧本杀店、引导交流的主持人、自我介绍环节，几乎全都围绕着说话这个行为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第1层规则的底层逻辑和说话脱不了关系。或许真正的规则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粗暴得多，这里恐怕根本不允许说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抬头看向主持人，迎上他的目光，不敢开口说出一个字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主持人疑惑地眯了眯眼，再度重复了提示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不知道猜测正确与否的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足足15秒过去，主持人才终于轻轻一笑。他突然不再看向我，而是扭头看向下一个男人。那么接下来，请4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在看到我的过关方式后，其余的乘客全都有样学样，一个个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没有任何人开口回应主持人。主持人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每隔15秒更换一个目标，不停地索要着自我介绍。就这样，在一片诡异的安静里，血腥的关卡被安全度过。多谢各位体验我们的剧本杀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热情的语气被慢慢瓦解在电梯门之外，不少人抚摸着冰冷的梯箱，我也累得快要不行了。这时，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孩，约莫28、9的年纪。你好，我叫青青，多亏刚才你的反应够快，救了我们全部人的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女孩有点眼熟，好像在鬼畜地铁里见过。我叫酱汁。距离电梯关门还有1分钟，我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关于电梯规则的看法。我觉得你的思维能力算是比较靠谱的。你有什么思路吗？我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。每一层都有专属的规则，已有的信息对于后面的关卡应该没有太多帮助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电梯对应的数字？为什么总共是18层？他指了指如今固定在1的信号灯。18这个数字在神话故事里可是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指代。你是说18层地狱？我们第一次抵达的是第9层海上捞火锅店，而第9层地狱刚好是油锅地狱。那第1层？没错，第1层是拔舌地狱，正好对应着剧本杀店，凡是说话的人都会被拔掉舌头。没等我们继续交流，1分钟时间已转瞬流逝，电梯已然重新停靠，清脆的叮铃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。数字信号灯停留的位置是11。欢迎来到第11层，这里是荷尔蒙的碰撞地——健身房。和第1层一样，走出电梯便有人热烈地迎接我们。那是个身形健硕的肌肉型男，胸前别着一张专业的教练证。他领着我们10人走进健身房，教练冲我们一笑，请各位在半分钟内选好自己的健身器材，在此地锻炼满4分钟后计算打卡成功，可以安全离开。和第9层一样，这又是一道选择题，选对的人可以活着走出第11层，选错的人绝对会死得很惨。我凑到青青的身边，忍不住问，第11层地狱是什么？石压地狱。所以健身房的关键元素是压力。说完，我赶忙抬眼扫了扫馆内有哪些可以被重物压住的器材，似乎只有用来卧推杠铃的史密斯架可以勉强算是。我和青青一起走到了对应区域，各自选了一个史密斯架，选了最轻的杠铃片，任凭杠铃压在自己胸口上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数遍整个健身房，这样的卧推器材总共只有8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10个人里注定有2个会死。眼见我已经安安稳稳躺在了卧推的区域，他们也赶忙有样学样，迅速跑到这边抢着躺下。很快8个位置就全部占满，只剩下2个小女生，大家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俩，却没有人愿意做出让座的举动。健身教练似乎非常满意眼前这一幕，笑嘻嘻地晃了晃运动手环，还有最后3秒选择时间，请各位抓紧喽。眼看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，其中一个女生赶忙跑向一旁，跨上一台跑步机，而另一个女生则是随便找了块瑜伽垫便躺下，拿了个小巧的哑铃放在自己的肚子上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除了压在我们身上的杠铃以外，健身房内所有的器材竟全都自动燃烧起来，顿时冒起滚滚浓烟。那个跑在跑步机上的女生眨眼间变成了一团火人，烈火灼烧出一股子焦肉的味道，在空气中不断弥漫。健身教练兴奋地搓了搓手，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根巨大的木棍，硬生生戳穿了女生的身体，活生生挑到了她的嘴边。可惜了，今天的烤串居然只有1份，
但听完他的话，我这才发现那个躺在瑜伽垫把哑铃放在肚子上的女生居然活下来了。被哑铃压住竟然也算是一种实压，就连一旁颇为冷静的青青都不禁频频点头，流露出一些欣赏。走回梯箱之后，这个有幸捡回性命的女生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抢占器材的冷漠，反倒是特意走到我和青青的身前。刚才感谢你们的提示，不然我肯定已经死在火堆里了。这番道谢让我一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美。简单复盘之后，电梯再度启程，慢慢往下降到了第4层。电梯才刚停稳，周遭竟直接陷入了一片黑暗。欢迎来到第4层，这里是鬼屋，请在5分钟内逃离此处，回到电梯。这里有一只恐怖的恶鬼，不要被他抓到。刺耳的警报结束之后，我总算能看清周围的环境，仿若置身一层破旧的居民房。可要命的是，另外8个人并不在我的身边。本以为能像在健身房那样共同商议着过关，可没想到这一关就让我们直接分开了。根据警报里说的，这个地方是一座鬼屋，存在着一只恶鬼，只有在不被他抓到的情况下逃离，才能回到电梯。简单的思考之后，我拉开了眼前衰朽的旧木门，走到一条走廊上。鬼屋的装修风格像是一个旅馆，走廊两侧整整齐齐地排满了房间，每个房间上都插着门牌号。我走出的这间是702，而就在走廊的尽头便有一条楼梯，可以通往上下的楼层。仔细扫视一圈之后，我发现每个房间都和702一样，空空荡荡，找不到任何可用的信，估计是要回到鬼屋原本对应的楼层第4层。想清楚这个道理，我立马动身，走到旋转楼梯，开始往楼下奔去。可刚走到6楼，我就听到了身旁传来一声惨烈的嘶吼。扭头看去，一个年轻男人正躺在走廊里，捂住自己的双眼。我认得他也是电梯里的乘客，看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不禁皱紧眉头，这是被恶鬼袭击了。一想到恶鬼就在我附近，我忍不住拔腿就跑，向楼下飞奔而去。可我刚迈开脚步，却又听到下方5楼传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不像是正常人走路的声音，反而像是贴着地面缓缓挪步，每一步都带着灰尘的沙沙声，相当刺耳。我顿时不再敢贸然动身，只能慢慢后退，悄悄退回了6楼的走廊里，询问刚才的男人：“你知道恶鬼朝哪个方向去了吗？”谁知他放开了捂紧的双眼，里面竟没有眼珠子，而变成了空荡荡的2个眼窝。我看不见了。我去，这恶鬼还挖眼睛的。男人指了指我眼睛的位置，最后憋足力气说了5个字，便彻底断了气息。别和他对视，别和他对视。刚想思考一番，我的余光却瞥见闪过一丝黑影，用极快的速度掠过，不知道去向何处。我躲进了旅馆的公共厕所，按照那个死去的男人所说，只要和恶鬼对视就会被挖掉双眼，怎样才能避免和鬼对视呢？我感觉 CPU 都要干烧了，却在一晃眼时，看到镜子的角落突然闪过一道黑影，和走廊上瞥到的一模一样。我想要扭头去看看情况，但又害怕和他对视上，只能赶紧埋着脑袋，一股脑冲出厕所。可我一钻出厕所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。是我，居然迎面遇到了小美。你遇到那个恶鬼了吗？是的，在走廊的玻璃上，在厕所的镜子里，我都看到了他的一丝身影，但好在没有和他对视上，一旦和恶鬼对视，就会被挖掉双眼。待我说完，小美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那你说，他会不会就是活在镜子里的？准确的说，这只恶鬼恐怕是专门行走在所有能够反光的镜面内。如此一来，只要坚持不和镜面对视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搞清规则之后，我和小美一路往4楼跑去，凡是有玻璃和镜子的地方，都提前闭眼冲过去，或者一拳将其砸碎。很快，我们便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电梯。在即将走到电梯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电梯两侧的金属框同样具备一定的反光效果。那道黑影竟从金属框上再次袭来，危急关头，我从怀里掏出2片破碎的单面镜片，挡在了我和小美眼前。一声尖锐的惨叫猛地爆发，那个鬼的眼睛冒出浓烟。鬼直视了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同样受到了伤害。第4层的鬼屋总算是有惊无险。电梯再次启动，显示的数字让我们心里一颤。7层，电梯规则第4条说过，第7层和第16层极度危险。这次我们要面对的将会是什么？